特斯拉虽然在电动车市场一枝独秀，但很多人同时也非常坚信特斯拉只是先驱者。一旦传统造车大厂全面停止燃油车的研发，进入到新能源战局，尤其是德国的一众高端百年品牌正式进入电动车时代以后，一定会狠狠地把特斯拉踩在脚下的。今天的节目，特伦哥就给您深度科普，为什么像保时捷、宝马、奔驰那样的传统汽车品牌，不仅不会撼动特斯拉行业领军的地位，甚至等世界全面告别燃油车时代之后，他们即使也全力生产电动车，但命运终将会和当年的诺基亚一样，退出历史的舞台。首先想请大家一定要清晰一个概念，电动车和燃油车唯一的相同只是用途，也就是都是载人的交通工具，其他的各个方面全都截然不同。首先说产品的定位，你可以把电动车想象成电子产品，想象成手机，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每年甚至每半年的产品都会有相当大的提升。而传统汽车呢，同一款车型，今年的新款和去年的旧款能有什么亮眼的改进吗？如果把电动车比喻成手机，软件也是车的核心技术之一。特斯拉在未来一定会像苹果那样整合出一套自己的软件生态系统，里面的利润空间也是巨大的。试问传统车企每年固定的那8-9个点的利润能跟特斯拉竞争吗？传统汽车品牌众多，国家地域分散，未来能不能和安卓联盟一致对抗苹果 iOS 那样联合起来和特斯拉分庭抗礼呢？我觉得很难做到。特斯拉之于德国汽车，就像当年苹果就靠一款 iPhone 就可以把诺基亚搞破产一样，因为根本不是一个理念的东西。德国高端品牌轿车讲究的是操控性、驾驶乐趣，可特斯拉的未来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无人驾驶。不只是特斯拉一家公司，未来所有的电动车公司，包括奔驰、宝马以后生产的电动车产品，都必须是建立在 5G 基础上的物联网，行驶在马路上的。无人驾驶汽车是未来社会人类出行的最佳解决方案，没有人能够阻止时代的变革，所以操控性这个优势在电动车时代根本没有这个选项。另外，在造车的环节上，传统车企全都是零件外包给其他的厂家，然后采购回来组装成车，组装能力应该是经过千锤百炼了吧。但是特斯拉作为一个新兴的造车公司，在装配能力上不仅自动化水平最高，而且还在不断的升级。比如特斯拉为新款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的生产线研发的秘密武器，世界上最大的压铸机 Gigapress。 这款6000吨级别的巨大到像个房子一样的设备，是为了把特斯拉的车身仅仅分为前后2个部分，一体成型给压铸出来，然后直接拼装一下就完成了车身的金属框架。这种结构可以再为特斯拉减少将近400个零部件，使得整车减重10%，带来的结果是增加14%的续航能力。马斯克声称将持续研发这种超级铸造机，最终目标是直接一体成型，铸造出整个白车身。目前这种技术世界上仅此一家，特斯拉总共有14台这样的6000吨级别的巨型压铸机，上海超级工厂里面就已经投放了3台。全铝的车身优点是自重轻，缺点就是维修困难，保险费会比普通的车要高很多，因为铝合金是高回弹材质，对维修设备要求很高，起码在中国的 4S 店里面都没有这种能给铝车身做钣金修复的设备，基本上稍微车身碰撞变形，哪怕只瘪进去那么一点点，就要换整件了。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如果未来特斯拉是一体成型的车身，修理的话，难道真的就要全换了吗？请更懂车的观众朋友们留言指点一下哈。有了这种最先进的压铸机，还不是最绝的。马斯克为了设置更高的技术壁垒，让别的车企无法赶超，他还请人研发了这种铝合金的特殊原料配方。也就是说，即便别的车厂买到了，或者也找到了合作方，弄到了这么大级别的压铸机，但是用普通市面上能买到的铝合金原材料，也无法一次成型出强度符合标准的车身。大家有没有发现，苹果的产品外观就是比同类的产品有质感，尤其是一直保持全铝风格的 MacBook， 给人一种既轻薄又特别结实的感觉。还有最经典的1代 iPhone， 当初问世，铝合金后盖板就是最醒目的标签。
苹果的铝合金工艺就有自己的独门配方，才能使得外壳硬度比别的产品高出60%。那位在苹果公司负责研发铝合金材料的核心专家查尔斯·科伊曼，在2016年已经被马斯克挖到了特斯拉。用铝合金一体成型车身，可以使工厂减少焊接和涂胶等环节，大大缩减车辆下线的时间。不仅能比分体式的车身减重30%左右，由于没有焊接，所以车身的强度安全性提高了20%以上。宝马、奥迪、保时捷这些品牌一直都是铝车身，可是在工艺上很多年都没有再进步了。咱们就拿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保时捷出品的纯电动车 Taycan 来举例吧，看看顶级车厂要是造电动车的话，和特斯拉比是个什么水平。售价179.8万人民币的 Taycan 的顶配 Turbo S 版是 Taycan 全系里面性能参数最好的，但即使和只有它售价一半的特斯拉 Model S 的性能版比起来，保时捷在加速度和续航里程这两个最为明显的参数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尤其是在续航里程上， Taycan 搭载了 93.4 度的电池，续航里程只有465公里。特斯拉的 Model S 搭载了100度的电池，续航里程达到660公里，同样是充满一次电就可以比保时捷多跑200公里。开过电动车的人都有一种里程焦虑，就像我们用的手机，突然发现手机电量不高的时候，心里就会非常不爽。电动车最值钱的部分就是电池的续航能力。德国的车企没有了发动机的优势，一切都要从头再来，未来比拼的就是电池整合技术。电池的电量如果增加1倍，电池的成本就会下降28%。特斯拉从各方面都要去控制成本，降低售价，更加进一步的挤压竞争对手们的市场。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特斯拉能够造出多么便宜的电动车。毕竟电动车的使命就是做成手机、家电那样的让每个家庭都能消费得起的日用品。什么大众车保值，开个几十万公里都能开，一台燃油车可以转手好几次，开10年，这以后在特斯拉都是不存在的。的确有很多人诟病电动车二手的折价太多了，可马斯克多次强调，特斯拉每年的目标就是降价再降价。如果以后新的特斯拉就跟一辆3手的奔驰一样的价格，那让传统的车厂还怎么玩呢？好了，说到这，估计大家已经有点明白德国老牌车企的结局离诺基亚不远了吧。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德国车迷肯定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希望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请在评论区留言哈。这期节目说了这么多特斯拉的厉害之处，好像甩了传统车企好几条街了，但是其实被马斯克嗤之以鼻的氢能源汽车，我觉得反而是最有可能给特斯拉形成挑战的一条路。毕竟电动车的电池在生产中和报废的过程中，其实也造成了巨大的污染，更加清洁的氢能源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我以前做过一期节目，播放量也很高，就是关于日本为什么不发展电动汽车，而是押宝氢气的。丰田很早就有了成熟的油电混合动力技术，而为什么就跳过纯电直接发展氢电池了呢？难道日本已经进入了比马斯克还要更高一层的思维维度了吗？如果大家有兴趣，请关注特伦哥的频道，翻看我以前的节目吧。希望我们都有一颗同样的好奇心。同样感谢您的点赞和转发，每周更新，我们下期再见吧。